我男朋友变心出轨了。相爱10年的人，在婚礼前夕，他执意要取消，没有通知我。我为了他放弃国外高薪工作，7年艰苦学业缩短到5年。他突然就不要我了。周川出轨了，出轨对象还不止一个。从我发现他对我冷落不搭理后，身边簇拥的女孩换了一个又一个。我不甘心。我们相爱10年，认识15年，凭什么他变心不爱，我就要成全他？不可能，这辈子嫁给他的人只能是我。我在酒吧门口等他，夏天的暴雨总是猝不及防。他光明正大搂着漂亮女孩的腰身从酒吧出来，直直忽视掠过我。我不敢上前，眼睛干涉厉害，想哭也哭不出来。黑色轿车停在路边，我厚着脸皮坐上去。周川跟我吵架冷战的事，他身边人都知道，没一个敢在他面前提起我。他真的狠心，要跟我一刀两断。我为他放弃这么多，跟他谈这么多年的恋爱，我的青春大半浪费在他身上。最后呢，他为了别人取消婚礼，冷暴力我。10年啊，我跟周川爱了10年，能轻易放弃的了吗？周川不爱我这个消息，像一把尖刀插进我身体，伤口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痛。我在国外的那些日子，是咬牙挺过来的。他最爱我的时候，一有假期往我这边飞。大冬天，我想爸妈包的饺子，想他做的笨蛋炒饭，躲在被子里根本不敢哭出声。周川呢，他上一秒在手机里听我哭诉，下一秒让我开门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开门后看到他，感觉全世界都不重要了，这世上所有种种不过如此的感觉。我扑进他怀里，听他健康有力的心跳。这世上除了爸妈，没人比他更爱我。就是这种浓烈让我自信的爱，突然有一天，它不属于你了。我要怎么形容这种曾经拥有又失去的感受？痛彻心扉吗？比这个还要难受上百倍。8年前的周川是为爱冲锋陷阵的勇士，是陈之星唯一真诚信徒。我们爱惨了彼此，10年感情走到相看两厌，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身边朋友和家人都认为周川会娶我，一定会娶我，可谁都想不到周川他有一天会爱上别人。闷雷劈在昏暗室内，分割明暗2条清晰的界限。周川没有将那个女孩带回来，我松了口气，心里不断暗示自己不要在意。我能逼走一个，就能逼走他第2个。他安静坐在沙发上，合眼休息。我们冷战模式就是这样，他完完全全不搭理我。有时他应酬到很晚，宁愿委身躺在客厅沙发上睡觉，也不愿回房间休息。周川在跟我打持久战，他想一点点耗尽我的耐心，一曲攻陷甩了我。我不会如他所愿。很晚了，你快去洗澡睡觉，我陪他在客厅坐着。客厅很黑，昏暗光线是外面倾泻进来，隐约看清他的轮廓。周川很好看，他从小就是别人口中的孩子，长得漂亮，成绩又好。当初他搬到我家隔壁时，我正因为写不好作业被妈妈批评了。小孩子气性很足，我负气抱着玩偶坐在门口，差一点睡着倒在地上。是周川抱着一盒糖果叫醒我，他穿着棕色背带裤，西瓜头的小周川特别爱笑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你好，我叫周川。从那之后，我成了周川的小尾巴。周川似乎听到我的声音，鼻腔轻了声。修长手指按压太阳穴缓解头痛，他喝多容易难受。我读研究生的3年，是他压力最重的时候。熬夜应酬是最平常不过的事。那会儿我国内国外2地飞，一下课拿着笔记本往机场赶，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我坚持了3年。周川忙到晕头转向也要来机场接我，抽不开身会嘱咐他秘书来接。我一边忙着照顾他身体，一边赶作业，时间作息变得跟他一样紊乱。那3年，我抽空学会了做饭。
从把一颗鸡蛋煎糊到味香色俱全的健康菜肴，连我爸妈都吃味，羡慕周川享受如此高的待遇。周川也没让我失望，他不管在外应酬多晚，都会回家，然后醉醺醺抱住我，毛茸茸的脑袋埋进颈窝撒娇，跟我说很多情话。周川第一笔工资给了我，还花了9999块钱买了素戒送给我。他说：星星，相信我会给你最好的生活。除夕夜里炫彩的烟火，让我看到周川眼里的真挚，跟少年时应诺我会爱我一辈子的周川并无两样。周川对我太好了，好到让我舍不得放弃他。他名下所有财产都写了我名字。周川向我求婚，是我们相爱的第7年，不算太迟，因为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。我很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幸福的眩晕感冲击我，没有注意到他朋友里面的女生。周川的小师妹，我听他提过几句，可我太迟钝，没有看出他们俩之间的火花。在周川顶着压力跟朋友们宣布婚礼解除时，我正躲在家里难受，拒绝了一切社交活动，昏睡了好几天才醒过来。我声嘶力竭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周川眼里布满血丝，他身上衣服好几天没换了。我记起 C 市前些日子突发一场泥石流，他小师妹就在 C 市出差。周川取消婚礼是去找他了，可周川懒于跟我解释，神色倦疲地瘫坐到沙发上，眼角流出滚烫的泪水。多搞笑，整得他周川是多么深情的一个人。没多久，我听到他悲伤隐忍的哭声，听到他胡言乱语下的背叛。他死了，我身体像被掏空，骨头痛得厉害。你有多喜欢他呀？为了他取消我们的婚礼，我跌坐在地上，手指触碰的地毯还是我和周川一起挑的。如今这些象征我们恩爱的物品，像个笑话摆在这个窒息又煎熬的屋子。他怎么舍得离开我？怎么舍得呀？周川双手捂脸，哭着质问。悲怆的声音一点点吞噬我，整颗心脏难受到不能呼吸。突如其来的背叛让我措手不及。这一刻，我心如死灰。周川在家睡了2小时，再次醒来已经入夜。我抱屈腿坐在阳台上俯视夜景，炫彩的霓虹灯如垂暮老人，在我眼里退化生机。无论我怎么恳求他不要走，周川都没有答应我。他还要去找他的小师妹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也会心痛啊。周川离开前对我说，等我回来1个星期，168小时。我彻底和周川失联。荒芜的时间里，我的世界除了空壳，装不了什么。漫长的等待，让这段岌岌可危的感情走向不明。夏天的雨季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袭来，临海的城市，雨后闷热又绵长。10年前，周川跟我表白，好像跟现在的天气一样。燥热的教室，灰蒙蒙的乌云压倒一片，给人触手可得的错觉。最后一节晚自习是7点放学，我趴在课桌上眺望远方，少年思绪是风采万千的。刚好读完一本言情小说，内容很悲伤，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。女主死后，男主一直在旅行，居无定所，好像只要跑遍全世界，他就能再次见到她。我17岁能明白的道理，到28岁好像陷入思考停滞期。令人惋惜的结局影响了我的心情。教室里只剩下我在发呆，等周川帮我收拾好作业准备回家时，我问了他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爱的人，他有一天离开你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幼稚的提问。周川皱了皱眉，他斯文清俊的脸庞划过一丝狐疑，很认真回答我的问题：爱迎万难，我会把他找回来。潮湿暧昧的傍晚，周川牵上我的手，乌黑的眸子闪动紧张，他的声音坚定而温柔：陈之星，我喜欢你。笨蛋周川，他还真是表白，没有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。为此我还背地里生气了一阵。我现在感到庆幸的是，我们在谈恋爱相爱的时间里，有好好珍惜爱护彼此。
周川回来那天，我想上前给他一个拥抱，他不留痕迹避开我，瞬间我的心从天际坠落泥地，扑了一身灰。我从他眼睛里读到悲伤绝望，读到悲痛的冷漠。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浇灌寂寥的世界，我离他好像很远，远到我再也无法触碰到他的内心。别这样，别对我那么残忍。我伸手想抓住他手臂，堪堪停在半空，连薄薄的衣料碰不到。周川面无表情进了房间。又是一整天，他从睡梦中惊醒，痛苦嘶哑的声音喊：老婆，别离开我。我呆呆坐到地板上，身体冷得厉害，却不想离开他。周川，别这样。我有点恍惚，他们亲密到这个地步了吗？夜里的空调太低，周川冻醒起来。他变得不喜欢开灯，静坐在床沿半小时，眼皮先动。我给你做笨蛋炒饭，早上6点。我觉得不饿，还是点了头。他换上情侣款居家服，先喂了鱼食。是我们一起养的小金鱼，一家3口，有一条不怎么活泼。对不起，我盯着那条小金鱼，眼睛红热。它可能要死了。周川没有找到鸡蛋和其他食材，冰箱里许多食材已经过期。他身影立在餐厅桌旁，微侧了眼，视线垂落在情侣茶杯上。我去买鸡蛋。别去买，我不吃了。我猜到他要离开。周川像是听不到我说话，目光涣散，重新汇集。他静静收拾厨房食材，直到锐利的水果刀割破手指流血，刺眼的红映入眼帘。我觉得害怕，下意识想靠近他。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他淡定拿水冲洗，折回卧室找到创口贴，然后心无旁骛翻到冰箱冷冻层的馄饨，是我亲手包的。他吃了满满2大碗，胃撑得难受，又吞了2颗药。我去上班了。周川认真给自己打领结。这些小事一般是我做，我学过很多手法，是他教的。不厌其烦，眼底纵容让我粘着他。晚上退回我们订的婚服、敬酒服，整整齐齐码放在沙发垫上。周川女性朋友带着食盒上来，脸看着面生。她发了一通火，把食盒当女孩面倒掉。有病，滚蛋！她很少对女孩发这么大脾气，她对身边人一直很温柔的。当场把女孩吓哭。帮忙拿东西的朋友先是一愣，没料到周川会翻脸，赶紧使眼色让女孩离开。屋里站着手足无措的几人，他们帮忙把婚礼上备好的东西拿回来，放在那边时间有点久，电话催了好几次。周川支招长腿搭在茶几上，冷眼玩着手机，他在给别人发消息，对面迟迟没有回他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清点完物品，交给周川签字确认。他其中一个朋友想帮他签好，周川起身接过，一笔一画签下自己名字。薄薄纸张被锋利的钢笔划破。他弯腰撑着下颚，盯着玻璃茶几上的请帖，是我们2个一起写的，100来份，写了好几天，字迹整齐漂亮。周川夸了我很多次。周川，带你去玩。他朋友揽过肩，带他离开清冷气氛的家。又剩我一个人了。凌晨12点，周川带着一身酒气进来。他动作烦躁地扯掉领带，扔在扶手上，踩着拖鞋进厨房喝水。一切都是这么自然，直到他拿了一盒安眠药，颓然坐在沙发上，身旁放着我最喜欢的玩偶。周川，不许吃，听到没有？我着急喊他，恨不得打掉他手里的药瓶。周川像似听到我的声音，视线聚焦到我身上。星星，等我，不许死，我不许你死。周川，不要吃。我跪在他脚边哭，一遍遍哀求他不要做傻事。时间归于虚无，事情有始有终。周川最近特别粘人，早上9点上班，他能拖到9点半，懒懒散散，没个当老板的样子。我调侃他几句，还特别不乐意，拥着被子将我裹进怀里，说实话，有点热。星星，
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他慵懒磁性声线每次都很撩人，体温散发源源不断的热量，让我脑袋往外伸了伸。我捏了捏他俊倦的脸庞，哄着，不是约好时间了吗？就这么等不及了？等不及，好想把你娶回家。他的吻落在颈侧，深情款款，我特别吃他这一套。9点10分的闹钟响了，我亲亲他唇角，快起来，上班要迟到了。老婆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你离开我了。周川很少在我面前表现脆弱害怕的一面，向来是独当一面的他，今天有些不对劲。我猜测问，是做噩梦了吗？没事，梦是相反的，我没有离开你。他最近行为有些反常，一度让我怀疑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，心里愧疚。周川听着，眼里溢出笑意，坦荡拿出手机给我检查。我们在一起10年，对彼此信任程度还是有的。检查手机这种事，只是在之前闹小女孩脾气时查过一回，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感叹道，一转眼我们都快30岁了，明明一个28岁，一个29岁，哪有30岁？周川抬扛功夫也上涨了。对，是你快30岁了，我10年前规划27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迟了1年也没事。我以为周川每天查岗已经够烦人了，中午1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也要过来一起吃饭。我很无语，但我不说。你中午不是要开会吗？来得及吗？周川公司是一栋写字楼，离我公司不远，就在隔壁。我身为星川公司的老板娘，他的行程还是了解的。周川不以为然，动手关掉我电脑。我是老板，我说的算。走，吃饭。是，周老板今天请客吗？我拿上手机问他。周川的钱全在我这，每个月按他要求象征性给一点零花钱。我本来想多给他一点的，你见过老板请客吃饭还要问老婆拿钱的吗？不止一次，我接到周川电话，可怜的语气让我拨点款给他。大哥，是你嫌钱多的。后来开了亲密支付，他每次用也要先知会我一声，搞得他公司人以为我苛待周大 boss 是个狠角色。亲，我要偷偷告诉我老婆一声，让她给我点钱。周川双手插兜酷酷的模样，我顿时了然，他这是演上了。我们这样不好吧？要是被你老婆知道了，哥哥可要保护我呀。说完娇滴滴钻进他怀里，小人得志的模样让我演到精髓。放心，我老婆不知道，我们偷偷的不告诉她就行。周川趁着四周无人，狠狠亲了我一口。你是不是经常瞒着你老婆干这种事？联想这几天的不对劲，我审视目光在他身上来往打量。周川捏着我后颈，语气颇为得意欠扁说，是啊，谁叫某人整天就知道工作，不来查岗呢？下个月零花钱扣光，不给他来点硬菜，他真就一杯飘了。老婆，别生气，晚上请你吃大餐。周川开始哄人，他一直挺上道的。但是还不是我买单。电梯里，他神秘兮兮凑到我耳边，真挚又诚恳告诉我，老婆，我其实偷偷攒了私房钱。我哈了声，侧头看他，藏在哪里？公司还是家里？都有。他不好意思回答。我来兴趣了，身价10几亿的老板，还用藏私房钱？多少？我隐隐期待会有一笔意外之财。他伸出5根手指。5000。周川保持神秘摇摇头。我又猜5万，他还是摇头。500万。我眉头拧得紧紧的。周川是在外面吃独食了吧？打养肥了。500。他好像有些得意。是我小看他了。你真棒。我踩着高跟鞋轻易摸了摸他脑袋。结账时，服务员拿着账单直接递到周川面前。我结婚了。周川礼仪得体，拿餐巾擦拭嘴巴，眼含深意瞥了我一眼。服务员反应过来偷笑，随即把账单给我。真被他搞无语了，亲密支付明明能付款的。老婆，你不要上班好不好？他送我回去路上开始耍赖，这又是闹哪出？我不上班干嘛？我觉得稀奇，
这种话基本上不可能从周川嘴里说出。他向来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，陪我，每个月给你支付3倍工资，怎么样？周川垂眼跟我商议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我心蓦地紧张起来，很担心问他。周川叹口气，安稳开口，没有，就是想每天都能看到你。我们现在不就是每天可以看到吗？我不解。这不一样，我想你无时无刻都在我身边。周川语气突然显得有些急切。我抓住他的手，手心竟然生了层薄汗。是不是因为早上的噩梦？我对周川很了解，他心里一直装着事，有些好奇。周川对我向来是没有任何隐瞒，眼睛湿润抱紧我。是，那个梦太真实了，星星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很少情绪外泄的周川，今日在大街上流了几滴眼泪。我心脏拧紧疼得厉害，受他情绪感染，眼眶一热。我知道，周川，我们去玩吧。我轻拍他肩膀安慰。旷工，他情绪稍有缓解。我无奈笑了笑，还是请个假吧。你上司会同意吗？周川盯着屏幕上未回的消息。我忍不住逗他，不知道，可能不会同意吧。电话给我，我帮你请。周川身上突然来了霸总气质，妥妥能解决任何难题的样子，让我惴惴不安的心落地。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啊？请假还要找家长。再说，我公司里谁不知道我未来老公是星川老板？卖他几分面子也会同意呀。走吧，他会同意的。我推搡着周川去开车。车上，周川打开导航仪问，想去哪玩？我搜罗地图上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，好像都有点远，况且大夏天的，大多数人不愿意中午出来玩。要不然先回你公司，等晚一点再出门，我提议。周川看了温度提示，今天确实有点热。行。经过他办公区，总裁办的秘书一如既往地喊，欢迎夫人视察公司，真被周川整无语了。下次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喊了？我跟他说过很多次，每次会改，把话语改了。你不喜欢？周川挑眉。我恨不得爬进去，你看我是喜欢吗？有点中二的感觉。下午，周川开完最后一个会议，我坐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入眼昏黄和周川明亮的眸子，呼吸清晰可闻。他轻身俯下，在额头落下一个亲吻。饿了吗？想吃什么？他抬手拨了拨我脑袋。等他下班的场景已经重复无数遍。我搂紧他，有种失而复得。我们去逛超市，自己做。我梦到家里冰箱没鸡蛋了，做笨蛋炒饭给我吃，好不好？周川声音温柔。好。厨房里，周川手忙脚乱，把鸡蛋打散掉地上。你是不是太久没下厨？生锈了。我咬着苹果进来，帮他捡起地上的筷子。他表情呆呆，手背上烫出红印子，不知道，刚刚手有点疼。老婆，快帮我吹吹。他举起手背放到我面前，我哄小孩似的帮他吹吹。最近你注意力不集中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扶着他腰，小心帮他揉捏。周川翻脸，推开我的手，欲盖弥彰的意味在里。没有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晚上你可以试试，没个正形。他继续切菜，还没5分钟，又把手指头切到了，指尖冒出血珠子。我去拿创可贴，我放下苹果，赶紧跑去找创可贴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做一顿饭而已，没必要把自己弄伤。我语气一个没注意，又开始说教他。周川一副虚心接受的模样，颀长的身形，低着头听我教训。我不小心的，伤口都切到肉了。你是走神了吗？我替他收拾残局，把案板上的菜洗净放进滤水盆里。周川抱住我的腰身，额头贴着我肩窝，闷声闷气开口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总感觉好累，总是能听到嗡嗡和滴答滴答的声音。是不是婚前焦虑症啊？我大胆猜测。他捏了一把我的脸蛋，不可能，我巴不得立刻马上跟你结婚，高兴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焦虑？我捧着他的脸仔细观察打量，你是不是有外遇了？
心力憔悴，应付不过来。陈之星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外遇，我只爱你一个。周川趁机表白，让我害羞了。我推他离开厨房，还是我做吧，晚饭消食时间。周川，快过来陪我拼图，这个好难，我毫无头绪拼巨大哆啦 A 梦的拼图。还没到1/3，他端了一盘水果放在我旁边，皱了皱眉，手指点在拼好的地方，这里是不是拼错了？我不确定。没有吧？他仔细钻研起来，拼错了。周川，你好厉害！我直接变身成他的小迷妹。你老公哪里不厉害？他歪头亲在我脸颊上，我心服口服夸他，搂着他精瘦的腰，脸贴在脊背上。你超级厉害，老公，我好爱你啊！他听后眉头一挑，将我捞进怀里，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？真服了他，这都能被他发现。我吞吞吐吐，我不小心把你写好的请帖弄脏了，要麻烦你重新再写了。多少？他手还在不停找图块，感觉是我小题大做了。好多，我心虚不已。周川沉了沉气，被我气笑。就这？我哑了声，不明白。过几天抓你一块写，快过来拼图，从8点到9点半，就差右下角一小块地方。老公，少了一块，你找找在不在地上，我看着空出一块的拼图，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一块，是不是掉哪了？我最喜欢这幅拼图，攒了好久才拿出来拼，没想到竟然不完美。周川从盒子找到客厅，也没看到，我觉得很可惜，直到洗漱睡觉还闷闷不乐。刷着手机，看到一条很热的帖子，上面说，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24小时，你会怎么做？我重复上面的问题跟周川讨论。他站在床沿擦拭头发，认真思考过后，声音又缓又慢告诉我答案。如果我的生命还剩24小时，我会安排好一切离开。你会想做什么吗？我问。陪你。他眸色暗了几分。我掀开被子扑进他怀里，细嗅着沐浴露的清香。我们去看日出吧，明天是个大晴天。怎么想一出是一出？他抱着我往上提了提。没有啊，我在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要和最爱的人好好道别，不留遗憾。周川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比爱自己还更爱你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周川。我知道，今天怎么说这么多遍？他笑着回吻我。上山要准备的东西，周川一个电话全部解决。爬到山顶已经到凌晨1点，我很兴奋，指着山脚下的万千灯火。周川，以后你要做一个好儿子、好父亲、好老公。傻乎乎的话，连我自己说完都笑了。我现在不是吗？他拿着驱蚊液喷在周围。山上来看日出的人不少。扎好帐篷，我们依偎在一起。悬挂的星星在这个夜晚异常明亮。我指了天上最亮的那颗。周川，我喜欢这个星星，它很漂亮。周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宠溺笑了笑。我给你买一颗星星，怎么样？宇宙中属于陈之星的星星。我低头沉思，想了想还是摇头。算了，我到时候还要拿个望远镜找，多麻烦。周川，周川，有流星！我惊呼。周川没有看到，也跟着我一块许愿。你许了什么愿望？上山温度较低，他拿了外套盖在我身上。我捂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，还能在帐篷里睡一会儿。周川催我进去休息。我不困，睡不着，我苦恼撑着下巴，但还是进去陪他休息。皎洁的月光铺在大地上，我循着微弱的光线，仔仔细细观察他的脸庞。看他难受地皱紧眉头，说着梦话。我握上他温热的手掌，掌纹清晰触感抚平我担忧的内心。一场梦，总归有醒来的时候。周川，别做噩梦了。时间一点一滴溜走，帐篷外聒噪的吵闹声也没有把周川吵醒。脑袋贴着他胸膛，听着他安稳有力的心跳，细数我们过往经历的一切。真的很高兴能和你相爱。天际昏黑的分割线处展望出一点点橙红。周川，快醒醒，
看日出啦！我摇了摇他的身体，他好像很疲惫，明明下午睡了很久，眼眸混沌交杂着茫然，睁眼看到我后，再一次紧紧把我抱住，要将我揉进骨血的力度，紧紧拥抱住我。老婆，不要离开我，他囔囔道，脑子不是很清醒。我还会流泪，一滴眼泪掉下，阴进衣裳里。周川，早安，我爱你。我没法回应他的话，只能尽我最后的力量告诉他，我很爱他，要好好活着。日出的壮丽，像生命的伊始，在我们的世界留下最美的景观。周川，你喜欢吗？我轻声问。他不疾不徐，喜欢。周川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不知道？我摸上他的脸，额头相碰，感受他的体温。要按时吃饭，健康生活。听到没有？我捧起他的脸与我对视。听到了，老婆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回到家，周川感觉身体很疼，掏空的感觉让他陷入昏迷。我抱着他逐渐冰冷的身体，心情复明。周川，回去吧，好好生活，我爱你。番外周川抢救及时，32个小时后醒过来。医生说他的求生意志很低，有可能永远沉睡下去。幸好周川醒过来了。大家提心吊胆这么多天，有猜到周川会做出极端方式，毕竟他们这么相爱。醒来的周川静坐了一整天，那个如实真实的梦让周川见到了思念入骨的人。他还没问陈志兴痛不痛，害不害怕。他们离结婚就差5天，5天啊！周川还答应陈志兴去机场接他，然后带他去吃大餐，再是一套敬酒服。他们回到家会为了婚礼紧张，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准备红包，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。他的陈志兴永远停在那天，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的那天。周川心境异常浮躁，眉心跳了一整天。他给陈志兴打电话，接通了。两人在电话里相互调侃彼此，他让陈志兴早点回来，陈志兴笑盈盈说好。新闻报道陈志兴所在地方发生泥石流时，周川瞬间觉得血液逆流，浑身置于冰天雪地。他向上天祈祷，不断给陈志兴打电话，无人接听。周川顾不上危险，自己开车过去找他，没有见到陈志兴，他不放心。他跟当地救援力量深入灾区，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长头发、笑起来有酒窝的女孩。失联24小时，周川不要命在陈志兴最后消失的地方，徒手挖开泥土。老天跟他开了巨大的玩笑。当陈志兴的手机被他挖出来时，周川没掉一滴眼泪。他的陈志兴没了。周川小心翼翼整理好陈志兴的衣服，他的身体很软，2只手臂如同海绵。我带你回家，星星，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就着雨水擦干净陈志兴脸上的淤泥。周川把陈志兴带到陈父陈母面前，2位老人哭跪在地上。他仔仔细细把陈志兴洗干净。星星，再等等，婚纱马上到了。陈志兴离开他的第25天，周川在家找出陈志兴最喜欢的那幅拼图，一上午才把它拼好，完完整整，没有少一块。星星，没有少。星星，我也爱你。